嗨，大家好。经过4090的发表后，相信非公版的尺寸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35公分以上，3.5到4槽宽度，再加上甚至会到600瓦以上的功耗。这款号称能够超到3GHz，并且拥有将近800亿电晶体的晶片，它无疑是敲响 ITS 上中的第一步。以后显示卡才是主机板。看来频道好像应该要转型了。当然我现在应该还是不会这样做啦。那为了提醒老黄回头是岸，不可以再用功耗来换性能了。为了永续经营，爱护地球，那这一次我们就来看看降频到170瓦快要饿死的3090，它的性能跟同样是170瓦的3060相比会是如何呢？我这次用的机子就是之前夜光槽萤幕显示器支架机壳。那我那个时候有说过，如果装上3090的话，就会是地表上最强的一体式主机。但这句话其实你只要有点基础认知就知道，鼓风扇根本就是吵死了。那如果降频到170瓦，搭配调低转速，说不定就可以让噪音回到正常水准。那如此一来，就是一举两得的举动。那降频的方式就是透过功耗限制的调整。那对照3060的分数还有3070的分数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。那原因你打开监控软体就会发现，其实在170瓦的时候 GPU 一度它只剩下了600多 MHz， 那估计是24GB 的记忆体已经把大部分的电都吸干了，所以才会让跑分下降这么多，因此让了3060有了反超的机会。但是在测试地平线 2K 画质超高的情况下，情况却完全不相同，分别是83fps 到110fps。那 10700K 基本上可能有某种卡 CPU 的状况，那导致 90% 的功耗跟无限制几乎相同。那换上3060则是 67fps。那这样子的结果跟 TiSpy 差很多的。同样在170瓦，3090的刷新率还是赢过 23%。那我把功耗提升到200瓦左右的时候，就提升了将近 56%。那对照这个跑分跟 FPS 的曲线有明显的不同。那实际我在游玩的时候，刷新率是超过这个数字的。基本上你车子少一点就可以跑到144赫兹以上，而且我的 GPU 都有跑到我吃满设定的功耗。但显然卡 CPU 的状况并没有那么明显。至于温度表现的部分，我在实际中的游戏调教后，在170瓦与200瓦的组别中，2500转的转速大概是74度到81度，240瓦到270瓦在3000转的时候大约是80度到87度。那300瓦跟无限制的状况下，在3500转的温度分别是86度与88度。实际在2500转下，游戏中距离45公分的情况下，测得的分贝都在50分贝以内。这样可以确保基本正常的游戏体验，而且 24GB 的记忆体在渲染等专业软体中可以说是超级好用。但相信对于 2K 高刷的萤幕来说，这样子的配置还是可以用上好一段时间。我想应该不会比4080难用吧，看看那寒酸的 12GB 跟 192bit 的记忆体。那我也趁这个机会把 PVC 的滤网粘一粘，那换一个开关在侧面。那把电源长线拉出来之后，我这个3090总算是可以正式塞入这个下面的小盒子里头。那这样极致省空间的方案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最后还是希望老黄对 ITS 用户多多着想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